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和我老公结婚2年多了，但是矛盾呢越来越多。他家里面的人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麻烦，每次他都向着他家人，让我感觉很不被重视，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下去了。我有的时候夹在家人和他之间也很为难，也会尝试劝说，但根本没有效果。结婚2年多了，他一直不愿意要孩子，我也不理解他的想法。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董先生32岁，来自黑龙江厨师；女嘉宾王女士32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您算是再婚对吧？对。啊，您是初婚对，是吧？结婚2年了。对，2年了。没错哈。嗯。我看你孩子好像很大呀，男孩女孩啊？男孩。男孩，现在跟谁呢？谁在抚养他？跟我妈妈抚养。一直是？对，一直是我母亲在带。今天来是因为？我今天来是因为想解决我们俩中间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家庭中间的矛盾。那说说有什么矛盾吧？因为首先就是我家老爷子，我们在结婚的时候，答应一个楼给我了，虽然不是新楼，但是还可以，最起码有个就是安定的住所。我说，您指的这楼是一套房子？哎，对。完了之后那个说往彩礼单上写，我说别写了，毕竟是一家人，我说就不用写了。完了之后，我们结完婚之后了，就出了点小矛盾，可能就是说给儿子结婚吧，多少就是有点外债。结完婚之后，那个说出外打工没有钱，我们2个就是几次3番吧，就是给拿了6000块钱路费。那个我家老爷子就是因为去南方去干活，他不是说的实心实意在那儿干，今天在这儿1天，明天在那儿1天，半年时间就过去了，这6000块钱也花没有了，花没有了之后就回来了，回到我们当地，在我们当地就是也是找了一些清修活，今天在这儿干，明天在那儿干。第2年之后，我家老太太还有就是我对象，他们2个陆续要去外地工作。说楼给我了，但是我们4口人就是一直生活在一起。完之后，那个我家老太太还有对象，他们2个就要出去干活，家里就剩我和还有我家老爷子。因为虽然是2室1厅吧，但是我感觉老公跟儿媳妇生活在一起不是很方便。完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的不行，你让爸爸妈妈搬出去住，那个毕竟你们都要出去干活了，我跟爸爸生活在一起也不是很方便。完了，他就跟我家老爷子说了，老爷子之后呢，就不是很同意，就把他骂了。骂了之后，我就挺生气的，完我就跟老爷子俩吵吵起来了。吵吵起来之后，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你也说了，这个楼是归到我的名下，虽然没有写到彩礼单之内，没有公证，但是也确实说是给我了。完我就收拾东西就回家了。回家之后，老爷子就在我们那个楼里边就缩起来了。把我们里外屋的门全都给砸了。老太太在外地工作，她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老姑娘，你回来吧，这件事情妈妈给你解决。”我家老太太还有我对象，他俩就已经把我接回来了。等我后期回去了，老爷子还是这样，老爷子就说一直就是说不想往外搬。完了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你这么的吧，老太太，我说的那个，你去给我公证一下。我不是说这个房子非得要过到我的名下，我说你公证证明这个房子已经给我了。我们去公证处了，当时那时候确实是手里边没有钱，因为公证得需要钱，确实手里边没有钱。完了我就跟老太太说，完我说这么的吧，咱们去那个打印社，打印一张纸条，证明这个房子给我了。
老太太确实跟我们去了，但是这个纸条拿到老爷子手里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而且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站在我这边去想。我听起来是公公婆婆在外面打工，再听起来是婆婆和老公出去打工。您的工作是什么呀？我这2年没有干活，因为我爸爸有病了，我爸爸瘫痪在床5个月，我给我爸爸伺候到没了之后，我妈妈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你的工作是照顾你家人？对，照顾我爸爸和妈妈。那这个事儿也不对呀，公公和婆婆出不出去工作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是公公婆婆到现在为止还要贴补你们这个小家吗？没有，他指的就是说给儿子结婚嘛，因为我要彩礼了，给儿子结婚的时候拉了点外债，他就是说的挣钱还外债。天哪，那个多少钱彩礼啊？10万，10万块钱彩礼一套房子是吗？对，一套房子。家里面是不是就只有这一套房子？楼房就这一套，家里农村还有平房。哦，那就算是倾其所有的娶了个媳妇儿，是这意思吗？算是吧。那现在等于你跟你母亲要出去打工？对。父亲还留在当地？我的母亲现在今年也是都是在当地打工了。我母亲和我父亲现在去年搬出去之后，现在在一个牧场干活。等于已经搬出去了，对，是吗？已经搬出去了。都搬出去了，还说这事儿干嘛呀？这房子不已经给你们住了吗？但是我就感觉他没有站在我这边，他是后期之后老太太回来解决这个问题。结婚2年了是吧？对。您今年是32岁对吧？对，周岁32。32，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吗？对，想要一个。打算什么时候生啊？那我的打算呢是尽快生，但是我老婆呢是想要再晚2年要。他是总说是，想要在攒2年钱，说有一定经济基础了。想要吗？暂时没有想要的打算，因为我没有那个钱去抚养一个孩子。我就是想我们2个再干2年，毕竟就是这2年之后了，我的爸爸妈妈已经不需要人照顾了，我们2个就可以2个人一起出去打工了。我们2个攒2年钱的话，就会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您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虽然嫁到了这家，主要工作还是照顾你妈呗？对，去年是。今年呢？今年打算出去干点什么，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嘿，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啊，听出点端倪了。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我是厨师，在哈尔滨工作。现在还在哈尔滨？对。就是一家人，所有的这个都靠您呗？我现在父母不用我管，主要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花销，现在够吗？反正基本上1个月也剩不了太多。家里面谁管钱？我老婆。发了工资全给她？自己会留点生活费。留多少？500、700的。交多少啊？我1个月是8000块钱。您是全交吗？对，基本上。哎，每个月交8000左右。这家里钱哪儿去了呀？前年1年我没怎么工作，因为啥？我岳父这不有病吗？他家里就这1个姑娘。等到第2年，他没干活，我一个人挣钱，2人花，没事。完了，我们年底的时候又换了一辆车。你们俩有饥荒吗？没有，饥荒没有，饥荒都是父母的。对，饥荒是父母，因为真行啊，本身也没有拉太多的饥荒。行，就是孩子现在不想生，对，是吧？好，那这个问题上你们俩其实是有分歧的，对吧？对。行，还有什么冲突吗？再就是我小姑子的问题。小姑子跟你有啥关系？又不跟你住。小姑子从我们结婚之后就开始回到家里边来管闲事。挑拨我们俩的关系，今天说我这么不好，明天说我那么不好，我们2个挣的钱他还想要。因为什么？说前年没怎么挣钱，去年吧，你说老不要孩子，他还是个2婚，总怕说跟前夫因为孩子再复婚，说如果你把钱都交给他，以后说你如果真复婚了，你们离婚，你不啥都捞不着了吗？那和他有关系吗？那你如果换到我是2婚，你是头婚，我要是跟前妻有个孩子，你的家人也会这么想。那和他有没有关系？我是跟他过还是跟你过？是跟我过。你始终都没有站在我的方面去想，你知道不？有的时候我也去说他，但是说
毕竟他有的时候也是为这方面想，但毕竟说我的钱没有交给他。那你有没有偷偷摸摸的给他过？是有的时候给过。他都已经嫁出去了，为什么还回到我家来管闲事？他来管，主要就是还是害怕一直不要孩子。我有说过一直不要孩子吗？我是不是说等2年？和他有关系吗？我要不要孩子和他有没有关系？是你总说晚2年，但是有的时候你总会说那啥，说不要孩子，不要孩子，搁到谁的身上都会抢。那你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这个小姑子说2句就说2句了，咱也没这想法，干嘛动那么大的火，是不是？关键他老定回到我们家里管闲事，而且我们挣的钱必须就包括公公婆婆挣的钱全都交给他手。你都已经嫁出去了，为啥你还回到我们家里来管闲事？公公婆婆的钱愿意交给谁就交给谁呗。那如果公公婆婆把外债还完了，自己手里有钱了，岁数大了，以后有个病了，有个灾了什么的，他能指他吗？他不还得指儿子吗？如果他没有钱的话，是不是我们得往外拿钱？如果这个钱的话，公公婆婆自己攒着，以后有病了有灾了，他会不会自己往出拿钱？不，这是公公婆婆自己的想法。就算公公婆婆真的有病了没钱了，您管不管吧？小姑子管，我就会管。不是，就公公婆婆就是没钱嘛，对吧？儿子娶媳妇儿，拉了饥荒了，挣了点钱，那也得花呀，也攒不下来呀。真的生病了没钱，您管不管？我的前提条件是可没给小姑子钱啊，您管还是不管？没给小姑子钱的话，我肯定管。要给的话呢？要给的话，小姑子拿我也会拿。如果小姑子实在是不拿了，1分也拿不出来，那我也会管。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比较生气。而且他哥也给他钱了，他哥偷偷摸摸他也给他钱了呀。给很多吗？你问他。倒是不多，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说拿个1800的，1000来块钱。实际也是想防备是吧？你心里是不是也不踏实？因为啥？他有的时候总跟我念叨不要孩子。
那个日子会一点点好起来。听明白了，那听明白了。就这个最吸引的，实际上面是家里面没那么穷，是吧？条件还可以，对，能过上富裕的日子。我也不需要太富有，但是最起码所以婚后对钱这块看得相对紧一些，是吧？对。行了，老师们，你们也听了，哎，应该怎么办呢？做怎样的调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王红兄，你们两个人，你是二婚，哎，对。他是头婚，对。您说，他想要一个孩子，正常吗？正常。因为你有孩子，他没有孩子，他更会认为，孩子是爱的结晶，他不想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当然，您给他的答复并不是说不想要孩子，是现在没有条件要孩子，今后可以要孩子。对。我且不说现在您还是生育的安全期，等到高龄产妇了，您会有更多的理由不要孩子。另外，您为什么这么仇视小姑子？旁观者清，因为小姑子说的是实话，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而已，所以你恼羞成怒。另外，您对他们家，我看到的除了索取就是埋怨，这是一个厚道的家庭啊。虽然你带着孩子有过婚姻，您的婆婆依然没有反对，依然给你们10万彩礼，还给你们一套房。这套房的前提是老人离开这套房给你们，给了辞了你还耿耿于怀，您内心过得去吗？所以今天没有答案，我想这个答案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您自己扪心自问，我们人都有良心的。您在这一段婚姻当中的态度，对不对得起这一个男人？谢谢。谢谢包红兄，文老师。就是我能感受到，就是这位男士，其实你很爱你的妻子，对，但是我没有觉得他爱你，我一点都没觉得，而且我觉得你自己内心应该是有这种感觉的，但是你会给自己洗脑，你觉得他既然现在是我老婆，他在我身边，那我就竭尽全力的去对他好。对，我相信你们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说啊，我就竭尽全力的对他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种竭尽全力的好，让他得寸进尺？有时候也会想，对吧？一定会有这种感受的。来，女生就是人要有感恩之心，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拥有的所有的一切不是你的劳动所得。你在这一段婚姻里面，你们俩的情感关系里面，你付出了什么？你现在得到了房子，你得到了这个男人，你得到了你每个月固定的饭票，就是我觉得人是这样，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然后男生的话是这样子，不要你老婆说什么，你都去顺从她，因为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你自己也知道是不平等的。对，你再给他再多的物质需求，他都会觉得是应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两个人结婚，他会有一种心理是，你跟你最爱的人结婚了，但他没有啊，所以你就算给他再多的钱财什么之类的，你依然不会让他做到完全满意。今天你给他的钱他满意了，他对你的父母不满意了，然后你的父母走了，他又对他的小姑子不满意了，那明天他会对什么不满意呢？你要想一想，这个东西是有没有上限的。好，就是你不要一直去盲目的顺从他，你要思考到，你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你才是生产力的主力军，好吗？好的。我说完了。谢谢文老师，雷老师。跟自己的妻子还想要一个宝宝，对，还想要一个宝宝，还要吗？还咋的？自己还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你想要是吧？对。代价是让爹妈扫地出门，因为他老说过2年，过2年，前提就是你得让我开心嘛。那你要想让自己妻子开心，跟你要个娃，代价就是第一，父母扫地出门，钱得给我，不许给妹妹。要是这样就得
想想了。你爸爸妈妈人不错，为了让你日子安生，你爸爸妈妈那么大的岁数，拍拍屁股走了，离开这家了，房给他了。就是人啊，往往困在自己的妄想里。对，你是特想要个娃吗？你爸爸妈妈也特想要一个，也都想要一个啊，大胖孙子或者大胖孙女是吧？对。有的时候我也跟他说过，说你无论男孩女孩，有一个是我自己有一个就可以。哎，是。对。但是人家你不让我开心，你不让我彻底开心，门儿都没有。要是他就是不开心，老过2年，过2年，过2年，仨过2年就过6年了，你觉着？说说。如果说确定那啥的，我感觉会分的机会会大一点。那房可就没了，房已经是人家的了。我告诉你，不然的话，你往里投入的越来越多，将来有一天，你现在父母都不敢回你们家了，你现在妹妹都不敢来你们家了。将来有一天，你投入的成本那么沉重的时候，你去想，你这一生有多少个青壮年？好，对吧？对。您呢？事儿都干了，您赢了，您赢了，公婆已经赶出去，妹妹她只要想要娃，即将赶出去，钱已经都给您。房也给了您，到现在您还是过2年，您赢了。哎，谢谢雷老师，沙大老师。他不会生孩子的，想啥呢？真的是雷老师说活在幻想里，我觉得你都不是幻，你是痴心妄想。你们2个人啊，把这个婚姻搞得乌烟瘴气，一个是为了要孩子而结婚。一个是为了要房子而结婚，你们都是带着目的进入这段婚姻的，所以我说你们2个人把这个婚姻搞得乌烟瘴气。男生，你不要觉得你没有问题，好像他是强势的，你最大的问题是，你也是带着目的走进婚姻的，你就是要孩子嘛。然后你爸、你妈还有你妹妹也有过分的地方。老师们一直说他过分，确实他很过分，但是你们家人也有过分的地方。你既然成家了，为什么妹妹跟着掺和？为什么爹妈跟着掺和？那结婚干嘛呀？成家干嘛呀？你自己跟你爸妈、跟你妹妹过不就完了吗？脱离不了原生家庭的男人，他就永远没有办法成长，他就没有办法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你既然娶了她了，你是应该护着她呀，这是你作为丈夫的责任。你不能只对爸妈尽孝，对妹妹负责，但不对自己的媳妇儿负责任的。所以这就是原生家庭和我们小家庭怎么样脱离，这是很多男人学不会的一个课题。女生你好自为之吧。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您真的不要孩子的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人家，你让人家最起码家里面有个盼头。我告诉你，你一天不生，他爸爸和他妹妹还有他妈妈就一天不消停。你自己想，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日子？如果你真的不打算生，你就放自己一条生路，也放人家一条生路。不消停怎么着？老头老太太我轰出去了，妹妹我即将轰出去，我赢了，你赢了。好，听雷老师的啊，行，我不劝了，就这样。行，谢谢沙大老师，来面对面。哎呀，两个软弱的人为什么要互相欺负呢？对吧？看起来很强势嘛，其实也很软弱嘛，还得管儿子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攒彩礼呢。我说的没错吧？啊，我说的有错吗？没错。啊，你大声说嘛，没错嘛。8、9年不找，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嘛，都觉得驾驭不了嘛，这个是能驾驭的嘛，我说的对吧？对吧？你就能驾驭吗？小姑子到底说的对不对？我们用一个事实就行了。我就问您一件事儿：孩子的父亲每个月给抚养费吗？对。确定给吗？确定给。就还有联系吗？所以小姑子才会有嘛。很多都不给了嘛，这个一直在给，持续稳定的给，当然担心有复婚啊。还生吗？你一会儿给他说句实话，
就完了。搁谁心里，我儿子钱都交了，他家里还有个儿子，还要攒彩礼攒什么？那我们家钱是得看着点，你觉得这个合理吗？你觉得合理吗？合理。就是你把这事儿想清楚就行了嘛。因为现实生活确实有些婚姻就是这样的，咱能苛求什么呢？对吧？人家来这儿日子还得过呀，对不对？对。不过10万块钱彩礼也不会退啊，房子也显然，对吧？咱都不说了，是不是？离婚成本太高了，对吧？今天就说清楚，咱真的把这件事儿说清楚，做一善良的人，没有逼您生孩子的意思啊，没有任何人可以违背妇女的意愿让妇女去生孩子，没有逼的意思，您就跟他交代清楚，跟您老公说清楚就行了，好吗？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这以后吧，我也想好了，以后我会尽量处理好父母和我妹妹之间的关系，让你们尽量相处的会融洽一些。我也会替你考虑考虑，让你们相处的比较融洽。但我只能说我尽量去做，毕竟说我只能跟他们说，不会左右他们的思想。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想要娃你还不趁现在问？对啊，你赶紧问呢。要不要娃？你想要娃你不趁现在问？想要我就想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会给你生的，一定会，一定会给。等2年是吗？马上生。啊？马上生。行，那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谢谢2位，请回吧，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于老师，预测一下。双出是肯定的，但我还是想说一句：既然2个人走进婚姻了，不要欺负老实人，相互之间真诚一点，坦诚一点。王老师，我也觉得双出，但我觉得这个男方这大哥妥妥的恋爱脑，我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大脑遇到了一个非常不清醒的恋爱脑的结合。对，雷老师都清醒，只不过这边是真的想要孩子，人是被自己的妄念困住的，所以下台了也得问生不生。如果再跟你说过2年生，是不是还要继续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事儿就得琢磨一下了。张大老师，双出吧，但是就是觉得他们好可怜呀。我相信他们还会出来，一定会出来，因为女生很清楚了嘛，话也说开了，我就是这么一人，你胳膊肘多向我拐一点，我还是会给你生的。来，咱们看他们怎么，请开门。有问题问吗，先生？咱们以后是马上回去要孩子是怎么的？马上给你要孩子。啊？他说马上回去要孩子。马上回去要孩子。祝你们幸福吧！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谢谢2位啊，请回，祝你们幸福，请回。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恋爱1年多以来，总是会因为特别小的事情闹矛盾，就让我觉得我在他心里根本就不重要。2个人很多方面都出现了需要磨合的问题吧，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了。我们俩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
但是这些小事就特别磨人，很多时候他的做法都让我觉得他不是很尊重我。我希望他能够在乎我的感受。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段先生，23岁，来自山西，音乐制作；女嘉宾郭女士，25岁，来自黑龙江，艺术老师。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呵，这俊男美女的啊，咋认识的？在朋友的一个酒局上。聚会上。聚会上。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啊，谁追的谁？就是也没有谁追谁，就是两个人那个互相，然后他先表的白。哦，互相一见钟情了。对，其实我俩在一块儿的是，就是从相识到相恋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快。啊，现在多久了？现在1年半，1年多了。1年多了，咋样啊？就是发生了一些问题吧，就是我们俩来这，就是因为我们俩总有一些，就是都不是大问题，但是小问题很多，然后累积到一块儿就会有点闹心。行，咱说说小问题吧。可能因为我们两个性格很相似，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吵架或者生气的时候总喜欢冷暴力，或者是冷战，就憋着不说。有一次的时候，我们玩游戏啊，消磨一下时间，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因为我可能帮他抢了这个英雄，对面可能会针对他呀什么的，然后他从开局就一直抱怨，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朋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去哄哄他，好，然后哄了一局的话，那局也确实是输了，然后呢，后面的话我感觉到他状态不太对，我就过去在他身边，我就说，那个你是不是生气了呀？那要不我们下把玩一个能够配合的什么，就是以我这样一个角度，我去能不能把他的情绪缓和下来？但是他呢给我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不玩，没有。就我当时的状态真的认为他是生气了的，但是我在那哄了半天他不说，那我好吧，那我也就坐到一边吧，那我也不说话了，不说话了，然后他可能也就觉得我也生气了，就觉得我奇奇怪怪的。对，就那天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就是我觉得正常打游戏的过程中，队友或什么配合不好，就是我就是随口抱怨了2句，然后他总是情绪特别敏感，就是我稍微可能就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我抱怨了几句，他买错菜啦或者是什么的，就我日常的抱怨，他会就觉得我生气了，然后一直就在我旁边，你是不是生气了？我说我没有生气。你是不是生气了？你肯定就是生气了。我说我没生气。对，然后他待了一会儿，然后他就也自己去闹脾气了。我明明没有情绪，明明是本来还挺好的，然后你因为你的敏感，你又生气了，你在这猜测我的心意，然后我也冷了。懂了，就太在意呗。我无心之举嘛，你却上了心嘛，对吧？这个能理解。还有啥？还有呢，就是一个信任问题吧，我感觉就是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那会儿，情人节啊，可能拍点照片发个朋友圈。我觉得作为男生的话，我给大大方方的让我的朋友圈里面的人都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件对他而言也是一个给他安全感的一个事情。那我就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当时他呢，也是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是这个照片可能不太多，想囤一囤，然后过几年再发。OK 啊，然后过了几天确实发了，在后面过了几个月，3、4个月，再次发一个朋友圈。我们旅游完回来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偶然间我翻他朋友圈，屏蔽了很多人。所以我不理解，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分组，有很多家人啊、老师啊，还有一个名词，我里面有很多几十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屏蔽这么些人。而且我发的时候我都给你看了，我是让所有人都看到的。你是所有人可见，他是选择性可见，是吧？对，就是这个事，我跟他之后也解释过，就是有很多人都是我工作上认识的领导啊，或者一些就偏长辈，就是我不太想让所有人都看到我的私生活，看我秀恩爱啊或者什么，然后但是他就觉得我不愿意公开，他不愿意对大家说我不是单身了。可是他们又不会影响你的一个正常生活，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就大大方方让人家看到，人家爱看就看，不看就不看。那你不是双标吗？就他自己也有一个小号，然后他的小号也加了很多工作上的，就是也有很多女生。那个小号是他知道的，是我要专门对嘛？然后但是做工作的，我问你，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发我自己的生活的。
而且是他知道的，我新加的人都是那些。对嘛？然后我问你了，我问你说你要不要就是我也没有让你发圈，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发圈。我说你要不要把朋友圈封面换成我就行，就可能只有点进去你的朋友圈的人才能看到，你也不愿意换啊。就我觉得是一样的，你也觉得不想让工作上的人去过多的窥探你的私生活，那我觉得我也是一样的。那你为什么要求我做，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就是我只是大号打的标签而已，但是你是有2个号，哎，都一样。直接问吧，你信他吗？你相信他吗？之前信。前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能改变了一点点我对他的想法。就是呢，他去和朋友去玩儿，我觉得他有个自己的正常社交圈子，我不干涉，这没问题。然后他有一点也做得很好，就是去哪儿或者有多少人给我报备发位置。但是呢，当天呢，我和朋友在外边，等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吧，他给我发消息让我去接他。然后当时我也正好在外面和朋友一块儿，也是那天也是为了专门在外面等他嘛，所以就是很快我就到了他们玩的那个地方，然后给他发消息打电话。半个小时、1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接，我不理解，就是他到底在干嘛？因为他让我过去接他了，然后我也做到了，然后后面人消失了。后面我实在是等不了了，我说我上去找找吧，一间一间的就包间一间一间的找，然后这才把他接回来。他后面跟我解释了，说是当时可能因为手机静音啊还是什么的。我不太理解的是，你都已经给我发了消息让我过去接你了，后面你把我忘了这件事情，所以产生了一点点的信任裂痕。就这个事儿，我也确实是我的问题。然后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他离得那么近，就是我给他发完消息，他说他就马上到了，但我发完消息我就把手机放到一边了，然后我也有静音的习惯就没有管，然后我就一直跟朋友玩，然后就确实是当时把他忘了，然后但是他就是一直揪着这个事情，而且就是他很爱翻旧账，就甚至我在之后我也说为了弥补他呀或者什么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但是他会隔三差五的就会去翻之前的我对他不好的事情，然后隔三差五的去提。你信他吗？信。确定哈？就是我现在信，哎。他之前有跟我有吵过，因为我这个音乐性质，因为他做音乐，然后有时候也会去酒吧驻唱，就是会环境嘛，然后也会有担心，然后包括他，因为我们俩是姐弟恋嘛，然后他年龄会比我小，然后就会担心，就是有其他的小姑娘啊什么的。2岁还叫姐弟恋，现在姐弟恋至少是8岁以上，对吧？啊，现在信了。也还是担心。对，所以其实以你们俩的这个外形，诱惑还是挺多的，对吧？有吧？你也有吧？啊，你们俩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就像有想过结婚，一直在一起啊？结婚。你呢？有想过，这个我们之前都聊过，因为真的本身就真的很契合我，灵魂啊，或者是各自生活啊。就真的能做到你心坎上，那不就行了？但还是会出现，就是现在嘛，就是出现了这么多很小很小的问题，就很磨人，然后慢慢的。所以你们的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一致的，是吧？其实，在工作上也不是很一致，因为怎么想的？我从小到大就是在北京长大嘛，但其实我本身也是东北人。然后现在也算是在北漂，然后他也是在北漂，就我们2个在北京都不是很稳定。然后但是我未来也对北京有一些感情了嘛，然后也想长期在北京发展，包括也有聊到过，如果以后真的结婚在一起有了孩子，然后我也想说，孩子会在更好的城市，会有更好的注重一些素质教育，这种，但是。现在来说又太年轻了，就是他会觉得很难。因为我可能考虑的更现实一点问题吧。我现在是飘忽不定的，就是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呢，对于我来说可能压力真的是蛮大，但是有助于我，也有助于
我们俩以后的这个，我理解他说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更现实一点。如果真的长期在这儿驻足下去的话，我们的生活压力该有多大？我们真的会很幸福吗？就是我其实是更想选择一个沿海城市这些幸福城市、幸福感高一点的城市去定居的。啊，想的还挺长远，有点多，也有点早。是，确定要结了吗？啊，跟他自从谈恋爱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换到另一个，即使出现了问题。答得很巧哈。现在让你立刻嫁给他，你嫁吗？就是今天他向你求婚，说亲爱的，你嫁给我，你嫁吗？不嫁。啊？不嫁。对，现在有考虑的问题很多。因为现在我们两个都不稳定，没有稳定的基础。我也觉得是应该有一些准备，然后不是你也别觉得，让你马上娶她，你娶吗？我也是认为，就是现在我还没有作为对，还没有一个，所以其实在这个层面上都没准备好。咱们实话实说，都没有做好，没有准备好，对不对？所以什么这也契合，那也契合，哪有那么多契合呀？就在一起合适嘛，啊，不要老上价值观啊，你 hold 得住他吗？你觉得？我再问的更直接一些，我帮你问，明天我就要去青岛，我觉得青岛更好，我想让你跟我走，你走吗？长期发展吗？长期，或者短期，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就想去，而且明天就走。就涉及到很多问题嘛。就如果说我的家庭这边能处理好的话，我可以，因为我父母什么的也在北京，就是肯定不能说跟家庭没有假设。就父母这边处理好的话，我跟他走。那你觉得能处理好吗？我觉得处理不好。因为说到父母的时候，这件事儿就是这样，这才是你担心的小子，你 hold 不住他，你对这个情感是没有把握的，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行了，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这种关系啊，又视若珍宝，又小心翼翼，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实那么多坎儿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于老师，爱情本该是充满激情的，但你们这段恋情太平静了。就赵川老师说的那个词，小心翼翼，怕我说了以后你不高兴，怕我说了以后这段爱情就没了。你们两个人对这段爱情，双方都是没有自信的，也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会谈得如此的沉重。这种沉重迟早会砸碎你们的爱情的。你们现在面对问题，并不是说想去化解问题，你们都是在逃避问题。面对问题，勇于正视，才能让问题化解。生活当中很多的矛盾就是来自于猜疑的。你们两个人互猜，你猜，你猜，猜到最后，让我们也加入了这个猜的队伍，真的太沉闷了。谢谢，谢谢于老师，文老师。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有一点我是很认可于老师说的，就是他们俩互相不自信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两个互相不自信是源于他们俩互相喜欢，他俩是真的喜欢对方，所以说话你看小心翼翼的、斯斯文文的，彼此谁都不敢大胆说话，也不敢大胆的做自己。我觉得他俩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失真了，宝宝，你们俩彼此失真。你们没有说勇敢的想把自己说很真实的去相处，就是你们俩现在有点像那种就是相亲阶段的两个人，互相彼此试探，彼此示爱。但是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们还是会喜欢对方，就是真实的自己。我觉得男生你其实这方面你可以稍微主动一点，你的优点、缺点各方面你都大胆一点向他展示出来。我觉得其实女生从头看到，我觉得包容性还挺强的，她是可以接受你的，就是各种真实的自己，她也渴望你把你真实的自己，就是当下及时的表达出来。因为你这样，因为你很多东西，比如说当下你不表达出来，你掖在心里，他就会慢慢的，他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不信任我，或者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的感情会因为就是你觉得你表达了就会有问题。其实如果你不这么做，他可能内心不会有这么强的安全隐患。就是他其实能够给到你一个正向的回馈的，只是你没有自信他能给到你正向的回馈。这个跟你的年纪也有关系啊，23岁我觉得也大男孩嘛，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你学音乐制作的，我跟你说，因为我自己也有做歌的团队，音乐制作是一个如果你做得好，你完全可以养活它在北京的一个行业。你看中国的现在华语的音乐市场已经是一个非常较于成熟的市场了。就是你去努力学习，然后去做，不管是词曲也好，去混音也好，我不知道你学的是哪个方向？我自己是做词曲出词曲，然后录音的。啊，那所以我说，就是你其实是可以，比如说你今年23岁，你是可以在比如说未来3到5年之内，他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是只要你努力肯学，你肯钻。你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他现在很多的，我觉得他的不确定性、他的不自信，是源于他可能他自己本身他的事业，可能现在自己还没有站住脚，所以就其实挺自卑的。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你才23岁，你就好好做自己专业，然后把你的专业拿来变现。然后女朋友你们俩很好，很稳定，我暂时看不出你们俩要有什么偏离轨道的一个这样的迹象，就好好珍惜，好好努力就好了。谢谢文老师，雷老师。就是那个解闷儿的事儿，别弄得特深沉。不是我说这解闷儿不是贬义的啊，是因为你们俩自己都没当真。首先情绪上是真喜欢，在情绪上我特别喜欢对方，我生怕对方因为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否定我，所以特敏感。一说去青岛，立马哎呀，我爸爸妈妈怎么着，我不能跟他去青岛。一说留北京，哎呀，我还是喜欢到沿海的一个城市。你们在该当真的时候全部当真。一当真事儿聊，你们俩全闭嘴。所以，先弄明白这事儿咱们当不当真啊？情绪上是真喜欢，都敏感了。那咱们接下来在逻辑上，这事儿咱们当不当真？你们先想明白。谢谢李老师，山大老师。就我特想问你俩一个问题：你俩待在一起舒服吗？舒服。舒服吗？好的时候舒服。好的爱情啊，是两个人在一起，无论什么时候都很舒服。就是我不用每天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的。就如果你们两个人现在都是谨小慎微的，然后每天能如此理智的去分析你们之间的问题的时候，那你们两个人那个爱的浓度就已经下降了。现在其实是你们两个人把自己搞得太疲惫了，开开心心在一起，明天的事儿交给明天去做。今天此时此刻，我们两个人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珍惜两个人就是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分开之后，你忙你的，我忙我的，我们都认真的对待这段感情，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否则的话，让你们自己很累，这段感情爱的浓度也就慢慢下降了。就很简单，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23岁活成了32岁的年纪，你说干嘛呀？对不对？啊？谢谢山大老师。我把雷老师的话直接翻译过来，就有点装，不像谈恋爱。你们俩现在真的就，恋爱是不是谈恋爱？真的能看出彼此的喜欢，但是再往前一步就有点累。你们为什么现在累呢？在那儿装着，你道理是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内心再近一点儿，还是说我们就止步于此啊？我特别害怕你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我这个恋爱，在我的认知里面，恋爱就应该是这样的，恋爱没有样子。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互相作就是这种恋爱，彼此尊重也是一个恋爱，小心翼翼也是恋爱。每个人的恋爱是不一样的，恋爱就是没有样子的。但你们这个恋爱谈，我们感觉到恋爱了，没错，感觉到恋爱了，但是你们想干嘛？再往前走一步，是不是觉得走不下去了？就觉得你们距离好像有点远。记住，你们是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就应该说出来，好好交流就行了。其他没有，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哎，我还是挺希望他们好的啊，挺希望他们好的，因为就在意和珍视嘛，越在意越珍视，就越怕出错嘛，所以才不敢去碰触嘛。放松吧，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这两字其实
我感觉真的挺沉重的。就虽然咱恋爱的时候吧，可能会对对方说，我会对你说，但是我始终觉得没根儿。但今天呢，也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吧。我觉得我以后呢，会更有信心的带着信任、带着真诚、带着包容、带着接受，坚定的跟你走下去。我想要跟你继续坚定的走下去，然后，但是我希望你之后有什么问题能够及时的跟我沟通，我不希望你自己憋在那儿，然后等着我去发现。我希望我们两个都能真实的展现自己。好，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谢谢你们，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包红兄，你看好吗？我都不说看好，他们，你真看好？真看好。这个确实，婚姻是柴米油盐，恋爱也是人间烟火。就赵老师说的，千万不要谈到最后小心翼翼，想说的话不敢说。但是刚才真情60秒的时候，我感觉他回来了，所以他们两个人都会回来。罗老师，你看好吗？就情侣是这种关系的情侣，你看好吗？我说实话，我依然看好，因为这个男孩，我觉得他很真实，他真实的自卑，真实的不就是怯懦，真实的不没有安全感，他所有的东西都给的很真实，而且这个女生，我觉得。他也挺真实的，就是我真实的顾虑，我真实的觉得你哪里不好，我真实的觉得我们哪里可以做好，我觉得挺好的。好，雷老师，把恋爱玩成狼人杀，互相小心翼翼说话，观察对方动机，就是没有这场恋爱，要实在没辙了，不也玩狼人杀去吗？继续玩。不看好，你看，来，珊娜老师。恋爱的时候我看好，但是我觉得再往下要走一步的话，可能有点难。来吧，咱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哎呀，好甜啊！天哪！啊，冲击单身狗！不行了，不行了！哭了。哎呦，个没出息的！来，站，还哭！真的，你们要对得起我的看好啊！站！他以为他没出来。他的开门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来没来呀？出来之后，哎呦，怎么还没来呀？没来你还准备回去啊？那冲出来再说嘛！你得大胆一点，你得自信一点，做男人的你这还哭。行，小姐姐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哭？哎呦，你们就偏向文老师这样的女作家，就喜欢这个。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抱。请亮灯。行了，回去吧。我们特别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成为你们情感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往前走还是怎么样？好吗？好的。记住老师们说的话啊！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天老师，请回。谢谢，请回。谢谢，请回。祝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